看到在林芝花草都绿了，而且你看桃花也开了。开学了，这段时间的视频就在林芝拍摄吧。Hello， 林间空干3个周末，亲爱的家长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卓玛。我呢现在已经到林芝了，马上就要开学了。我到了林芝就感觉就是春天了，你看，花都开了。从江浙到拉萨，再从拉萨到林芝，10几个小时的车程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林芝是我待了4年的地方，是我就读的大学所在地。这就是我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，不知不觉我就长大了，对这座城市也就慢慢的熟悉起来。林芝在我印象中就是气候特别好，不知道谁给林芝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西藏的小江南。我作为一个日喀则的人，深切感到这句话的真实。我出生长大在日喀则，上大学是在林芝，然后在拉萨待过一段时间。在西藏去过的3个地方，林芝是气候最好的。西藏林芝的海拔平均3000米，最低的地方就是墨脱，那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，雨量充分，生态环境保存最好，海拔只有不到1000米。前段时间通过我自己在拉萨和日喀则的视频，很多观众朋友都说看到山上怎么没有树。其实我说过很多次，西藏大部分的树木都在林芝，大部分的水资源也在林芝。这里有老虎、豹子、熊、羚羊、鹿，有很多丛林动物。在日喀则和拉萨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山上都是光秃秃的，没有树。你们看，树都在这里。前天我在拉萨的时候，拉萨那边在下雪，然后昨天林芝这边在下雨。正是因为林芝的海拔够低，从3月到9月基本都会下雨，导致树木得以存活，含氧量上升。来西藏旅行不得不克服高原反应，但是大部分外地人到了林芝基本都没有问题。游览整个西藏可以从林芝开始适应高原生活。林芝这边比起日喀则还有拉萨那边就没有那么干燥，这里属于半湿润气候，除了冬天会觉得轻微的干燥，其余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舒服。我的家乡日喀则还有拉萨都是非常干燥的地区，冬天尤其很严重，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，嘴唇裂开是常态，所以生活在林芝更适合西藏慢节奏的生活。除了我们当地人觉得林芝气候好，外地人也如此。拉萨有布达拉宫，所以很多旅行者只到拉萨，就忽略掉了林芝。但是对于西藏之外来寻找生计的人来说，林芝也是非常有名的。在西藏的所有城市中，林芝的汉族朋友比例是非常高的。这里最多的就是四川人，遍地都是川菜馆。在林芝叫得上名字的老板，基本都是四川人。走在街上看到有很多汉族朋友。拉萨是西藏的首府，经济发达，建设发展都是第一，所以在工作上来说，拉萨工资更高，赚钱更多。不过外地的朋友来西藏打工，大部分还是喜欢林芝，在他们眼中拉萨的气候不好，即便是工资高也没有林芝舒服。林芝是西藏藏汉比例最高的地方，也会让人感觉到归属感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希望你也爱上林芝。今天的视频主角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她出生于日喀则市江孜县，她是我内心中的英雄，就是我的妈妈。努力奋斗，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好的。Hello， 林间公干3个周末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到了林芝有一段时间了，从拉萨到林芝来的路上，街旁看到了很多盛开的桃花。昨天我把这些盛开的桃花拍个视频给我妈妈看了一下，因为她没有出过江浙，所以就没有看到山上有这么多树的地方，也没有看到过桃花。昨天我发的，当时她就说我回家再看，我现在在外面没有网。回到家之后她看了就特别的惊讶了，哇，那么漂亮！现在我们那里草都没有长，就是也一片荒。他觉得看到这些就特别的惊讶，心里有一种那种喜悦感。我的妈妈半生都在西藏农村，由于爸爸和弟弟在外面有工作，我也在林芝上学。
常常有时候家里的农活就担在妈妈的肩上。从小到大，我和弟弟会帮助父母做一些农活，但是呢，随着我们的长大，也要离开农村去寻找自己的梦想。家里呢，就剩下了我妈妈。昨天听到妈妈那么说，内心有一股感动，想着未来带她到拉萨看看，带到她林芝看看，甚至想带她去成都看看，因为在卓玛心里，妈妈就是一个妈妈去过的地方呢不算多，甚至没有出过我们的地区。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她看看林芝的青山碧水，看看成都、广州那种繁华的大城市，看看大海的波涛壮阔，看看精彩的世界。家里农活很多，除了照顾牛羊，还需要在春天开始耕地。家里吃的青稞还有蔬菜都是自己种的。在我的心里，妈妈呢是非常辛苦的，因为除了干农活之外呢，还要照顾我奶奶、洗衣服、做饭，一个人扛起了那么多的责任。她心里最惦记的还是我的学业。妈妈觉得读书才有出路，上了大学后可以找到更好的出路。所以我并没有像有些孩子一样读到中途就辍学了。我在爸爸和妈妈的努力下，成功从一个小学生到大学生。因为上了大学，我才了解了更多的知识，去了很多地方。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，我可能就是个普通的女孩，大家也可能不会认识我。妈妈希望我能做个公务员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但是创业的梦想我还是不会放弃的。人一生一定要努力追求，才能让在乎的人过上好日子。在每年的寒假、暑假，只要没有特殊的任务，我都会立即回家去帮忙爸爸妈妈他们分担农活和家务活。我希望妈妈不要这么辛苦，所以就帮她干活。但是在我内心中，我还是希望以后自己有出息，然后带他去各地看看。我爱我的妈妈，她才是我心中的英雄。好了，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妈妈，我爱您。我是舒荣，在林芝和卓玛相识，然后趁着他放寒假，我跟着他从林芝出发，经过拉萨，然后是山南，一路上领略了很多美景，终于到了日喀则江孜县，也就是卓玛的老家。来到卓玛家的村庄里，我的第一印象感觉是很荒凉。在卓玛的家乡，我看到了他叔叔的女儿，她基本上不说话，我觉得她应该不会说普通话。和很多外地人所好奇的一样，我也对西藏的小孩会不会说普通话比较感兴趣。之前在林芝发现林芝的小孩都会说普通话，因为林芝的汉族朋友比较多，相对来说藏式文化没有那么浓厚。日喀则是西藏的后藏，藏式文化最浓，所以我便认为卓玛的这个妹妹不会说普通话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等着卓玛的时候，碰到她的妹妹和一些小朋友在玩游戏，我竟然听到他们在唱流行歌曲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是谁家的姑娘？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，你抚琴奏忧伤。桥边古城的小姑娘，你眼角在流淌。你说一个人在逞强，一个人念家乡。烽火模样，落落大方。坐在桥上，我听着。
在如此一个农村，小朋友们都会说普通话，就更别说西藏的城区了。现在的西藏发展的也越来越好，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经济水平都在向前。真正到西藏来看一看，就知道这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落后。希望西藏越来越好，我也热爱这片土地。满天星星呀，带着脚步。我听阿妈说，牛羊满山跑。我走在草原，儿在微笑。我听阿爸说，那是我的故乡。